曾经有一个男人被铁棒死死地钉在天花板上，死相惨烈。更可怕的是，起初并没有人发现他的踪迹，因为他的尸体神似一团电线吊在天花板上，黑乎乎的，让人难以分辨。这不是一个恐怖传说，也不是电影情节，而是发生在61年前的一场真实事故。没错，大家最喜欢的核题材又回归了。本期的死者是一个核反应堆操作员。那么这起事故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呢？自从美国向日本投下了2颗原子弹后，全世界都见识到了核武器的威力，美国也就一直致力于对核能的研究。到了20世纪60年代，美苏冷战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其实在这期间，美国在核电站建设方面还是稍微落后于苏联和英国的。为了打破这一僵局，美国决定率先在爱达荷州建立一个核研究的试验点，了解并更好地利用核能，从而产生更多的能源。起初一切都还很顺利，只要等到核反应堆建好，就可以取代柴油发电机和锅炉，以此大大降低了美国的军用成本。而 SL1 就是今天的主角，它是一种实验性废水反应堆，使用了 93.2% 的高浓缩铀作为燃料。由于反应堆会一直处于高温状态，所以一整个都泡在水里，并且会进行自动水循环。循环水系统以每平方英寸2100千帕的压力运行。虽然结构看似繁琐，但也确实为偏远军事设施提供了核能电力，表现非常出色。然而，它只平稳运行了2年多，就给美国陆军狠狠地上了一课。1961年元旦假期结束后，关闭了11天的 SL1 反应堆需要重新启动。1月3日晚上9点左右，3名陆军陆续到达反应堆，准备进行工作。此反应堆是通过放射性元素的核裂变释放出的热能，然后加热水煮沸后，产生高温高压蒸汽，驱动蒸汽轮机，最后蒸汽轮机则带动发电机来发电。在这过程当中，操作员可以使用一种控制棒，它通过吸收反应堆核心当中自由流动的中子，从而控制裂变的速度和强度。而问题就恰好出在这里。要知道，重启反应堆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需要多个步骤，缺一不可。当晚站在 SL1 反应堆旁边工作的3名陆军操作员都只有20多岁，他们分别是27岁的麦金利 A 和22岁的金伯斯 B 以及26岁的莱格 C。起初 A 和 B 站在同一边， C 独自站在反应堆圆柱体顶部，他们的任务是将一根38公斤的控制棒从反应堆当中撤出。而当 B 开始作业的时候，控制棒出现了偏移，一瞬间意外便发生了。反应堆的核心由于控制棒撤出随即过热，造成了严重的蒸汽爆炸。根据专业人士的推测，这是由于操作员对控制棒移动的过快，手动撤出了至少50厘米。要知道，再撤出40厘米就已经足使反应堆临界。而反应堆临界，简单点来说就是中子产生和消失的平衡状态。一旦超出了这个临界点，就会产生强烈的中子辐射。这种辐射往往是非常致命的，它所产生的热量足以融化反应堆当中的材料，而高温又与容器当中的水相互作用，形成了蒸汽爆炸，促使堆芯上方的水位迅速上升。这种快速沸腾的力量又将反应堆推高了将近3米的距离，最后被天花板挡住。然而，这一连串反应就发生在一瞬间，甚至都不能按秒计算，仅仅在4毫秒内，整个爆炸就发生了。随后，水和蒸汽的喷出把 B 和 A 撞在了水泥墙上，前者当场死亡，后者身受重伤。而当时站在反应堆圆柱体顶部的 C 最为悲惨。容器顶部的7号屏蔽塞直接炸出，巨大的力量促使铁棒刺穿了 C 的身体，从他的腹股沟进入，再从肩部穿出，整个人同时也随着铁棒一整个都钉在了天花板上。就在这个时候，反应堆大楼的警报拉响了，响应小组在几分钟内到达了大楼外面。不过这个时候的救援人员并没有如临大敌，因为从外面来看一切都很正常，而且当天早些时候已经发生了2次误报，所以更没有当回事。他们进入大楼之后，发现休息室空无一人，桌上放着3杯热咖啡，旁边还挂着3件夹克。但当他们进入反应堆控制室内后，辐射探测器立即显示出高剂量辐射水平，他们这才意识到大事不好了，立刻撤退上报了情况。由于存在大量辐射，医生建议救援人员分批进入设施当中，停留时间每人每次不能超过1分钟。就这样，救援人员率先在碎片残骸当中发现了2名操作员。此时的 B 已经没有了脉搏，宣布当场死亡。A 还活着，他躺在地上无助地呻吟着。救援人员好不容易才把他送上救护车，医生简单处理了伤口，发现他的头皮已经出现了弥漫性出血迹象，恐怕坚持不了多久了。果然，在晚上的11点14分 ，A 也没有了脉搏，在救护车里面宣告死亡。另外一边，救援人员在寻找第3名操作员，由于天花板处于视野盲区，大家怎么都找不到 C， 大概找了40分钟，才发现 C 被钉在了头顶的天花板上。
此时的情况有些棘手 ，C 的遗体已经是高危放射性物质，救援人员要如何在保证自身的安全情况下处理掉他的尸体呢？经过长达4天的讨论计划，一个由10名陆军组成的团队准备进入现场处理污染最严重的第3具尸体。按照规定，他们每人暴露的时间不能超过65秒，先得用长杆末端的钩子将尸体从7号屏蔽塞上拉下来，再放在1.5米乘以6.1米的担架上，最后将担架连接到建筑物外的起重机上 ，C 的尸体才算真正处理完毕。不管怎么说，这3具尸体都被严重污染了，一部分身体部位只能和其他放射性废料一起掩埋在现场，其余的残骸则被安葬在铅秤里面的棺材中。但在这之前，美国原子能委员会提出将派遣1名病理学家及其手下进行必要的尸检。据了解，尸检团队共有5名成员，每人的最大辐射剂量必须低于3.7拉德，他们都是经验丰富的物理学家。通过此次尸检，除了识别遗体之外，还要搜索任何此类伤害性死亡的信息。根据尸检报告显示，这3名遇难者的头部接受了大剂量的中子辐射 ，A 的身上有多处爆炸伤，还包括了右脸和左手撕脱，头皮、左脸、肩部和左腿多处撕裂伤。最重要的是，头皮半圆形裂伤下方皮下组织有弥漫性出血，再一次说明 A 在事故发生后短暂的存活了一段时间，而 B 则是遭受了重度爆炸，伤口包括左臀部、下背部、左大腿上部、左小腿、右腘窝肌肉和软组织撕脱，以及多处严重挤压伤。最后是 C 的尸体，死相最为惨烈，他的左腿几乎被完全切断，双手悬在手臂上面，整个面部已经被压伤，颅骨的顶部也被割开，光是看示意图就能明显感受到整个身体遭受了大量的破坏。据推测，事发时 A 是离得最远的，所以受到的爆炸伤害也是最小的，是受伤最轻的一个，而另外2个都被严重炸伤，尤其是 C， 他当时的姿势应该是低头蹲着，双手垂在脚踝附近，这样的姿势也就基本满足了外伤的分布。爆炸穿透腹部的同时，破坏了所有的内脏。在这次事故当中，除了3名遇难者之外，还有部分参与救援行动的人暴露于辐射当中。那些参与回收或调查的人员并没有受到影响。好在辐射污染主要局限于建筑物内部，并没有造成广泛的影响，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了。那在本起事故当中的控制棒为何会偏离反应堆的堆芯呢？大部分人都认同的说法是，由于控制棒是镉铝合金材质，长期使用容易被腐蚀或者出现扭曲的情况，而操作员在手动控制的时候，它突然卡住了，于是一个下意识的猛拉，不经意间就导致了控制棒的严重偏离，从而引发了事故。这确实很有可能，因为反应堆的操作员基本上都是从陆军里面培养出来的，虽然会有日常培训，但这3名操作员也不是什么科学家或者工程师出身，所以很有可能压根就不了解手动操作实际上有多么的危险。不过除此之外，还有一个相当离谱的推测，那就是自杀理论。他们猜测 B 的妻子出轨了，并且对象就是自己的同事，在结束假期的前一天，2人见面分外眼红， B 被搞得心烦意乱，干脆制造意外同归于尽。这一猜想还被流传得有模有样的。当然，这个推测遭到了很多人的抗议，如此虚无缥缈的谣言太不尊重遇难者了。之所以这么说，那是因为这是军方的惯用招数，故意放出一些胡说八道的谣言，转移公众的注意力，从而弱化自己的责任。后来在1989年，美国海军爱荷华号炮塔发生了爆炸事故，47人在实弹演习当中丧生。明明存在显而易见的维修问题，而且管理演习的人也有严重失职，但是他们反而编造了一些类似关于水手被通讯录爱人给抛弃的花边新闻，掩饰自己的无能。其实整件事情从头到尾就很疯狂。首先 A4-1反应堆设计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减少军事基地对发电机的依赖，将其部署到偏远的基地当中。但高科技给你弄好了，就是不给你配备一个维修技师，出现了什么问题就自己琢磨吧，好像看上去也没有这么难。但那些半路出事的陆军士兵要怎么才能军确无误地进行手动控制？一次两次可能侥幸成功，但并不能够保证每次都很幸运，只能说这在当时是一个巨大的漏洞。大家想象一下 ，A 在最后的时刻其实还是有意识的，他肯定试图尖叫求救，但已经没有了力气。他很清楚自己发生了什么，即使这次侥幸的活了下来，致命的辐射也会影响他的一生，或许死亡也是一种解脱。后来 A4-1的清理工作至少持续了10个月，最后全部被拆除，成为了美国历史上最致命的核反应堆事故。那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你觉得视频做得还不错的话，也别忘了点赞、收藏和投币。我是正正，咱们下期视频再见吧。